黑圣诞。那天美劳课老师出的题目是圣诞节，老师说可以画你最难忘的圣诞节，或是你想过什么样的圣诞节。当天同学都好认真画图，老师感到很开心。小萌是班上的一位女同学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马上拿起了蜡笔，迅速画了起来。隔壁的男同学见到小萌如此认真地画图，燃起了好奇心，探头过去询问小萌正在画什么。男同学看到小萌画的图后大笑了出来，引起班上同学的注意，大家纷纷前来看热闹。突然一位男同学举起手向老师询问是否可以画雪怪，而引起班上同学们的哄堂大笑。小萌顿时感到难为情又愤怒，大声驳斥男同学，他不是画雪怪，并要同学马上走开。老师要同学们回座位坐好，自己画自己的图，并询问小萌正在画什么，让老师看看。老师看到小萌的图后有点惊讶，因为看不出来和圣诞节有任何关联，于是对小萌说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必须和圣诞节相关哦。小萌说她是在画去年和妈妈在圣诞节发生的事情。老师听后觉得很好奇，询问小萌是否愿意和老师分享这个故事。小萌便开始讲述去年圣诞节她和妈妈在美国发生的故事。事情发生在美国纽约，那天天气很冷，外面正在下雪。小萌和妈妈准备搭公车去参观博物馆。小萌因为第一次看到雪，觉得很兴奋，在路上边走边玩雪。妈妈则感到很不安，生怕赶不上公车，不断催促小萌走快一点。小萌不但丝毫不在意妈妈的催促，甚至在路边堆起了雪人，很自豪地要求妈妈过来欣赏她的杰作。妈妈毫无欣赏雪人的雅致，心急如焚地要求小萌快来公车站牌排队。小萌则还是依然故我地玩着雪。公车准时到站，乘客们纷纷上车和司机买票。妈妈翻遍了钱包和全身上下，就是找不到零钱用来买车票。很快轮到了他们买票，妈妈手忙脚乱地站在公车门口翻着钱包，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因为队伍迟迟没有前进，开始传来抱怨声。小萌也感受到后方乘客的不悦，催促妈妈赶快买票上车。公车驾驶是一位长相凶狠的黑人司机，他开口让母女俩先上车，避免堵在公车门口，这样其他乘客就可先上车买票，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小萌目不转睛看着司机，可能是第一次看到黑人司机而感到好奇，或是被司机横眉竖目的样子给震惊。司机似乎发现小萌正盯着他看，但他凶狠的表情丝毫未受小萌天真无邪的脸庞所影响，反而用他锐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小萌。小萌被司机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躲在妈妈身后，妈妈则不断感谢司机让他们先上车，嘴里也叨念着为何硬币会凭空消失。母女俩先是找到座位坐好，妈妈继续找不到零钱而感到懊恼，小萌则依旧是好奇地打量着司机。司机似乎是再次感应到小萌的关注，而回头瞥了小萌一眼。小萌又被司机犀利的眼神吓得一把搂住妈妈的胳膊。妈妈此时正焦急地寻找零钱，被小萌突如其来的举动干扰而感到不悦，生气地呵斥小萌不要再调皮了。下车前，妈妈全身上下只找到一张20元美金大钞，她觉得搭这趟公车真的亏大了。妈妈无奈地和司机说明，她身上只有这张20元美金纸钞。司机冷冷地看了纸钞一眼，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情绪。接着司机说，这张钞票你留着吧，
妈妈感到很惊讶，连忙谢谢司机，便接着赶紧要下车。就在母女俩正要下车时，司机突然开口要他们等等别下车。母女俩都被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小萌熟练地迅速躲在妈妈身后，妈妈则略显心虚地询问司机不能下车的原因。司机并未做任何回应，只是默默操作了他身旁的一台机器。机器打出一张车票，司机说回程的时候可以用这张车票，这是送给他们母女俩的礼物。妈妈接过司机手上的车票，车票还是温热的，内心迅速在异地的寒冬中感到一丝暖意，不断向司机道谢。小萌似乎也感到司机的善意，瞪大眼睛看着司机，心中原先对司机的恐惧完全消失殆尽。司机看着小萌，卖力地从他凶神恶煞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，对着小萌说 Merry Christmas。母女俩下车，静静地看着公车缓缓离开。小萌带着疑惑询问妈妈，为什么司机叔叔要给他们车票？妈妈神秘兮兮地反问小萌，知道司机叔叔是谁吗？小萌满脸疑惑回答，不知道他是谁啊。妈妈露出温暖的笑容说，他是圣诞老公公哦，我们今天搭到圣诞老公公开的公车了呢。小萌眼神散发光芒，惊叹地说，是圣诞老公公，我看到圣诞老公公了呢。虽然经过了1年，小萌依旧藏不住喜悦地对着老师和班上同学说，她在美国看到圣诞老公公了。同学听完故事后反而笑得更起劲，嘲笑小萌的圣诞老公公是会开公车的雪怪。老师认真地对小萌说，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圣诞节，这是老师听过最温暖的圣诞节故事了。小萌笑得很开心，便更认真地徜徉在画图的世界里。那天午后，大家都开心地画着图，享受寒冬中难得的午后暖阳。学校下课铃响，隔壁班的女老师正好经过，看到男老师班上还没下课，就好奇地询问为什么还没下课。男老师正在将今天美劳课的作品展示在班上公布栏，女老师也凑过去欣赏，并惊呼道，这好有趣，这不是圣诞老人，这是圣诞黑人吧？对啊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图。圣诞老公公是驾驶公车啊，真可爱。虽然他看起来有点凶，但背后有个温暖的故事呢。什么故事啊？我想听。这是班上同学小萌去年在美国纽约和他妈妈遇到的事情。